分末世来袭，我妈却逼我去超市当搬货小工。她说我已经满18岁了，以后的生活费和学费都得自己挣，还让我给弟弟出学费。我只好顶着大太阳一趟趟搬货。没想到我妈竟然塞钱给老员工，让他好好照顾我。我被老员工关进冷库，极端高温天气，我却被活活冻死。再一睁眼，我回到了我妈逼我去超市打工那天。我躺在自己那张硬板床上，窗外蝉鸣聒噪，热浪隔着玻璃窗都能感受到。墙上的日历赫然是我查到自己录取结果的那一天。我妈的大嗓门带着亢奋：考上211了，行，明天就去市里最大的百货超市搬货去。18了，也该给家里出力了。前世也是这样，我怯生生的提议：妈，我去当家教行不行？钱多也轻松点。家教？你想得美！你妈我当年就是在超市干搬运起家的，不吃苦中苦，怎么做人上人？就超市没得商量，学费生活费自己挣去，家里一分没有。他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脸因为激动而扭曲。前世我偷偷接了个家教，教一个6年级小男孩数学，大家条件很好，空调开得足，家长也客气。我坐在凉爽的书房里，第一次觉得生活有点希望。结果第二天，我妈就不知怎么就发现了，她像个疯子一样冲到人家门口，开门哭嚎，说我小年纪不学好，骗钱，勾引男人，闹得左邻右舍都探头探脑。那家女主人脸色铁青的把我请了出来，连工资都没结清。我妈拽着我胳膊往回拖，边拖边得意洋洋道：翅膀硬了想飞，告诉你，你妈走过的路，你一步也别想少走，就得让你尝尝我当年的滋味。就是在极端高温橙色预警下，像个牲口一样把一箱箱沉重的货品从货车里搬进超市仓库，汗水流进眼睛，遮得生疼，衣服湿透还闷得喘不过气。这时我妈、我爸、我弟他们3个却幸福地围坐在空调前，左手西瓜，右手冰棍。更恶心的是，我妈私下找到了仓库主管李晴，一个愚蠢又恶毒的中年女人。我妈偷偷塞给她一个红包，满脸堆笑：李姐，多关照我们家丫头，给她派最重的活。小孩子嘛，就得狠狠摔打摔打，让她早点社会化。别客气，该骂骂，该罚罚。对了，我家这个丫头不服管教，看看有什么办法能让她好好反省反省。李晴捏了捏红包的厚度，那张肥腻的脸上挤出一点假笑：放心，嫂子，我懂。于是我的噩梦开始了，最重的货永远是我的，一点小错就被骂得狗血淋头，休息时间被克扣，员工餐里的鸡腿被夺走。李晴像一条毒蛇，冰冷又贪婪。前世就是他把我骗进冷库，厚重的铁门在我背后合拢，他在外面笑：小丫头片子，你妈可是特地让我好好关照你一下，别说也不疼你。现在天气这么热，你就在里面好好凉快凉快吧。无论我怎么哭喊拍打，回应我的只有寂静。冷库温度只有0至10摄氏度。愚昧的李晴自以为只要她在第2天上班前把我放出来就没事，可高温灾害全面爆发，她自顾不暇，又怎么可能过来放我出去？于是我就在高温末世下被活活冻死，多么讽刺！这一次听着门外我妈的催促，我压下喉咙口翻涌的恶心和恨意，平静地应了一声：知道了吗？我去。我去了万福百货超市，又一次沉默地扛起货箱，汗水砸在滚烫的水泥地上，瞬间蒸干。李晴那张令人作呕的脸又出现在我面前，指手画脚，骂骂咧咧，和前世的流程一模一样。但我没闲着，毕竟高温末日还会到来。这一次，我决定就在超市里躲着，毕竟超市里有冷库和大量物资。休息的空隙，我死死盯着仓库墙上挂着的那一大串钥匙。冷库的钥匙是其中最大的一把，黄铜色，上面贴着一小块胶布。李晴习惯把它挂在他小办公室的墙上，机会在一个闷热的让人窒息的午后降临。李晴被经理叫去办公室训话，仓库里只剩下几个打盹的零工。我装作去工具间找手套，快速取下那串钥匙，紧紧攥在手心，随后溜进超市后面的小巷。我早就观察过了，那里开着一家不起眼的五金店，店主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头，瞥了一眼我，没多问。我付了钱，20分钟不到，一把崭新的黄铜钥匙就到了我手里。我把它在掌心，冰冷的触感带来一丝安全感。下班回家后，高考录取通知书到了，我妈看都没看一眼，直接扔在油腻的饭桌上，自己收好。学费住宿费自己想办法，超市干到开学，挣多少是多少。我没指望他，我用身份证在一个不太正规的网贷平台借了一笔小钱，利息很高，但我顾不上了。这笔钱是我活下去的资本。上辈子我妈说过我的工资是我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可背地里她跟老板谈好了我的工资日结，每天都打进了她的账户，拿着这笔钱全给弟弟买好吃的了。家里的冰箱和储物柜堆得满满当当，没想到靠着这些食物，我全家竟然撑过了这次末日。这一次我特地跟老板说我的工资跟其他员工一样月结就行，老板自然乐意省事。我也没打算提醒我妈多囤点物资，好度过接下来的高温末日。毕竟前世我死后，我看见我妈哭天抢地扑在超市经理脚下，头发散乱，声音尖利的能划破耳膜。我女儿才18，刚考上211，被你们害死了，你们要赔钱。她哭得那么真，鼻涕眼泪糊了满脸。我爸红着眼，拳头捏得死紧，仿佛下一秒就要扑上去拼命。我弟弟缩在后面，脸上却没什么悲伤，
只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仿佛在期待一场大戏。那时的我还真以为自己被关进冷库是李晴的主意，直到超市因为怕事赔了一大笔钱，我家一夜暴富。我妈拿着存折破天荒地买了进口车厘子，那车厘子红得发黑，汁水淋漓。她坐在新换的皮沙发上，一边吃一边对着电视笑，值了，一个贱丫头片子能换这么多钱，比彩礼还高。我才知道我被关进冷库是我妈的授意，目的就是从超市敲一笔钱。想到这会儿，我双眼通红。这辈子我一定要利用身边的一切，努力活下去。网贷的钱一到账，我立刻行动起来。既然要躲在超市里扛过末日，那就要稍微改造一番。于是我趁着下班时间快速地刷了几本末日囤货改造房屋的小说，列了以下清单，包括加厚的保温板、成卷的格纹棉、几大桶速干水泥、粗壮的膨胀螺丝、结实的角铁支架、几扇厚重的二手防盗门。收货地址填的是城市另一头一个几乎废弃的快递驿站。每次去取货，我都趁着夜色，用一辆租来的破旧三轮车一点点把这些建筑材料运到超市后巷一个隐蔽的废弃配电房里。配电房角落里堆满了积压的旧货和报废的桌椅，没人会注意到我藏的东西。我还给自己买了个平板电脑，全新的，屏幕很大很清晰，算是给自己接下来暗无天日生活的一点慰藉。我下载了几千部电影、电视剧、综艺、小说，还有单机游戏。末日降临后，精神食粮和食物一样重要。平板藏在床板下最深的缝隙里，外面用旧课本和试卷盖得严严实实。要是平板被家里人发现，绝对会被我妈怒斥败家子，夺去给弟弟玩，再狠狠揍我一顿。想到这儿，我的心里又泛起一片涟漪。我从小乖巧懂事，是全家最心疼我妈的人，总是抢着干家里的活。而弟弟可以说是个混世魔王，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因为扒女生裤子被喊家长。就算这样，所有人还是毫无条件的爱他。如果他干了什么坏事，我妈第一时间会狠狠甩我一巴掌，干脆利落，毫不留情。她会骂骂咧咧地说：“都怪你这个自私鬼，光顾着自己，连亲弟弟都不管。不是每个小孩都会被父母爱着。”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最后一步，我在家里客厅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粘了一个微型摄像头。这一次，我会亲眼看他们一家三口走向覆灭。那个闷死人的下午终于来了，仓库只剩我和李琴，把这箱废品搬冷库最里面。他下巴一抬，我抱起纸箱走进去，寒气扑面而来，身后铁门框的关上了。然后熟悉的狞笑声传来，和前世相差无二。小丫头，你妈可是给我包了大红包呀！天气这么热，姨给你找个地方凉快一下吧。铁门后，我咧开唇，无声的笑了，可表面上却装作惊慌失措。李阿姨，你别跟我开玩笑了，我妈不可能这样对我，你快放我出去，求求你了。李晴笑得更加疯狂，姨明天就来放你出去，你就在这儿好好反省一晚上吧。说着，她的脚步声渐渐消失，我也卸下了伪装，从裤兜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冷库钥匙。直到踏出冷库，我还感觉有些不真实，手机疯了似的震动，推送了一堆新闻，红色高温预警，地表温度已达55摄氏度，全市停工，高温假批的比前世更快。新闻里滚动的死亡数字让所有人恐慌。经理草草在工作群里宣布放假的消息，我小心翼翼探出头来，看见往日人来人往的商超门口此刻荒凉至极，才立刻绕到后巷，把我之前囤积的材料一趟趟搬出来。即使是晚上，外头的气温仍然很高。等全部办完后，我已经决定喉咙在灼烧了。不过今时不同往日，我随意从货架上拿下一瓶可乐，咕嘟咕嘟地灌下去，爽。从前在家，可乐这种饮料弟弟才能享用。说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喝可乐。休息片刻后，我趁着夜色开始我对超市的改造。毕竟冷库外的售货区温度还是很高的，同时冷库里又太冷，也不能久待，所以我计划的第一步就是隔出一个适合我日常待的恒温室，隔壁清洁间堆满破纸箱，正好废物利用。我用之前网购的保温板一块块拼上墙壁天花板，接缝处用格纹棉塞死，再糊上厚厚的水泥，从冷库通风管小心引出一节，裹成厚厚的棉被状，埋进恒温间的保温层。随后我拿出了一个电子测温计，把它贴在墙上，温度计的红线艰难卡在23摄氏度。冷库大门外才是重头戏，货架横七竖八垒成3米高墙，再把一些破纸箱泼上灰土，堵在货架前。从超市入口看，就是座巨型垃圾山。最后是员工通道小门，我换了手臂粗的插销，挂上3把连锁，门外立起废弃的巨幅广告牌，完美遮住入口。改造完最后一块保温板，我瘫在缓冲间地板上，汗水糊住眼睛，胳膊沉得抬不起来。我从别的员工的宿舍里拖来行军床，被子、床单、枕头一应俱全。这下晚上睡觉的地方也有着落了。忙了这么久，我也有点饿了。我从货架上随手拿了几盒午餐肉罐头，又拿了几袋面包，这样简易版肉夹馍就做好了。白软软的面包里加了好几片午餐肉，我大口大口地嚼着，险些落泪。只因我妈从初中起就只给我1个月100的生活费，这100块钱要包括我的文具、学杂费和3餐。为了省钱，
我吃的最多的就是没有任何味道的清水挂面。本以为考上不错的大学后，自己终于可以拥有和其他同龄人一样的生活费，没想到最后却连自己的命都丢了。揉了揉有些发红的眼睛，我咽下最后一口，满足的打了个嗝。活着真他妈好！我带着对未来的期望沉沉入睡。第二天一早，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家里的监控。监控话筒里，空调外机嘶吼得像要散架。我妈在油烟轰鸣的厨房煎鱼。不一会儿，他们一家三口就开饭了。红烧排骨堆在弟弟碗里，煎带鱼摆在我爸面前，他自己则扒拉着半碟青菜，电表转得跟陀螺似的。他抹着汗抱怨，桌上的两个男人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我沉默地看着他尴尬的模样。过了一会儿，我爸才慢悠悠地开口：“老张家空调烧了，人没了。”我爸含混嘟囔，鱼刺吐了一桌。我妈有些担心地看着家里的空调，咱家这个是新的，应该不会坏，但这电费高得吓死人呐。弟弟嘴边还沾着红烧酱汁，开口说道：“怕啥？姐不是在超市卖命吗？让他交，报高点，别让他藏私房钱。”我妈一副灵光乍现的样子，喜滋滋地说：“还是小宝聪明。”一会儿，我爸又开口：“也不知道那个贼丫头爷哪儿去了。”我有些疑惑，没想到他们一家三口还记得有我这个人。我妈立刻义愤填膺道：“肯定是在超市跟人学坏了，说不定跟哪个野男人跑了。”她越说越来劲，白眼狼都上这么多天班了，也不知道把工资给我。这鬼天气这么热，让他死外边算了，省得我还得给他一口饭。我关掉屏幕，好心情荡然无存。不过就让他们再嘚瑟一段时间吧，等家里断粮后，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关掉手机后，我开始了新的工作。为了防止末日后期超市成为一块任人搜刮的肥肉，我需要把入口和我的藏身之地再加固一下。首先，我优先加固超市的正门，用货架、冰柜、钢筋棍堵死，再用破布、杂物覆盖。从外面看像早已被洗劫一空的样子，只留一个隐蔽员工通道，平时用锁锁住，只有我手上有钥匙。从超市入口到冷库及我藏身的清洁间，设置多层障碍，用货架堆成 S 型迷宫，通道狭窄且堆满了易碎品。在此之前，我把大批冰鲜食品搬进了冷库，减少自己暴露在外面的时间。而入侵者一旦进入，就很容易会踩到易碎品，发出声响，且难以快速冲到冷库。当然了，以防万一，我还设置了陷阱，只要有人腿碰到了绳子，装满重物的货架就会砸下来。毕竟末日下的人们可不会有人性。忙完这些后，我终于有空歇下来给自己准备午餐。这次我颇有闲心地在超市的各个区域挑选起来。首先，我在方便食品区拿了一盒牛油自热火锅，转头一想，自热火锅里的食材实在太少，于是我又逛到了冷冻食品区，挑挑拣拣了一堆，有肥牛卷、羊肉卷、撒尿牛丸、虾滑、鱿鱼、蟹棒等等。可惜生鲜肉类区每天下班时都被处理了，不然我还能再吃几天新鲜肉类。目光一转，我又看到了些盒装蔬菜水果，这些蔬菜水果并非散称，所以没来得及被撤掉。我欣喜地从一旁的称重区拽了几个袋子，把它们全塞了进去，带去冷库保存。随后又就地取材，把超市切食吃果切的刀拿来，现场切了些水果，再搭配了一些酸奶。这下饭后水果也有了，我心满意足的又往袋子里塞了几瓶矿泉水，回我的小窝煮火锅吃。回到我藏身的清洁间后，我照着自热火锅背后的说明，取出了调料和它自带的食材，接着给自热包加水，又找来一个大点的盒子，把我挑的食材也全部放了进去。不一会，一股强烈的牛油香气扑鼻而来，我左咬一口丸子，右嗦一口火锅宽粉，好不快活。随后又拿起平板挑了一部老电影，慢慢的享受午餐。吃饱喝足后，我舒坦的睡了个午觉，这是我在超市工作这么久以来睡的第一次午觉。平常午休时间，李晴都会借口活没干完，不准我休息。嗨，不提了，吃喝的问题解决了，还得满足我用水用电的需求。电倒是好解决，超市里有一个备用的柴油发电机，还有好几块蓄电池。惊喜的是，我还在员工休息间里发现了一块太阳能充电宝。我平时也只需要给手机和平板充下电，最多再用一下超市卖的电磁炉做饭，这些电足够我撑到末日结束了。而提到水资源的话，饮用水我倒是不缺，商超的存货还有许多。平时洗澡的热水该上哪儿弄呢？看着外面的烈日，我忽然灵光一现，对呀，外面这么热，我完全可以将桶装水放在玻璃窗下加热，大概2-3个小时就能有40-50度的水了。终于在末日的第二天，我竟然在超市里洗上了热水澡。当晚睡前，我又拆了一包泡菜味薯片，舒舒服服地靠在床上，看着下载好的综艺。这样的生活才是刚高考完的学生应该享受的呀！每天在超市里吃自助、看综艺的米虫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想起来看看家里的情况。没想到没有我上交工资来囤积的食物，
家里的冰箱这么快就空了，战争一触即发，败家玩意儿，不知道多买点吃的放家里啊。我爸一脚踹向空冰箱，冲着我妈咆哮：放你娘的屁！我买了那么多的肉，全喂你捏俩嘴里了。我妈头发散乱着尖叫，手指几乎戳到她脸上。有本事你出去找！窝里横算什么男人？你想热死老子？这家不是你当家吗？当到狗肚子里去了！我弟在一旁生拉硬拽着我妈，原本肥肉乱颤的脸也血手里血。坏妈妈，我要吃饭，我要吃冰棍，吃西瓜，我饿！他一边用未变音的尖嗓子厉声叫喊着，一边把我妈往家门口拽，显然是想赶她出去找吃的。拉扯、咒骂连绵不绝，随着茶几翻倒的巨响，我妈猛地拉开大门，她干瘦的身影最终踉跄着扑进那片刺眼的白光里。不知过了多久，门被撞开，我妈像从沸水里捞出，瘫倒在地，怀里死死搂着个脏污的塑料袋，露出半袋挂面。水，她喉咙里发出破风箱般的嘶哑声，嘴唇干裂破皮。我爸和我弟则是饿狼般扑上去，我爸一把夺过面袋，放进锅里开始煮。煮好后，他率先盛了满满一碗，然后弟弟抢过锅，把面汤倒得一滴不剩，锅里只剩下浑浊的面汤和几根断了的面条。我妈抖着手用勺子去捞，却怎么也捞不起来。另一边，我拿出番茄牛腩方便面，自热包加热好后，泡面的香气瞬间充满整个房间。我一边慢条斯理地嗦着面，一边看下去。我爸和我弟吃饱喝足，正赤裸的上半身在沙发上打盹，只有我妈瘫在地上，半天没有动静。正当我觉得无聊想去打个盹时，却听见监控里传来砰砰的砸门声，我也随之吓了一激灵。开门，快开门！我知道是你们。那声音虽虚弱嘶哑，却显然饱含愤怒。我爸被吵醒，屁股都懒得挪一下，大手一挥，重重地拍了我妈一下。去！地板上的我妈宛如活死人一般，毫无反应。随着门外越来越急促的敲门，我爸终于舍得从沙发上下来了。他极不耐烦地大吼一声：谁呀？门外的人见屋里有人，声音愈发凄厉：挂面，我的挂面被你老婆偷走了，还给我。这下我终于听出这声音的主人是谁了，是楼下的苏阿姨。她丈夫早年因病去世，她凭着自己把女儿拉扯大。苏阿姨平日里最是温和可亲，曾经我妈一生气就把我赶出家门，我无处可去。苏阿姨看到后笑盈盈地把我领进她家，还给我做饭吃。就这样，我和他们母女一起吃了好多顿饭。有别的邻居和我爸妈有过局语，好心劝苏阿姨别沾染我们家的事。苏阿姨看着我一脸心疼，这孩子10几岁了，还跟我家小乖一样高，我不管他可怎么办啊？这事传到我妈耳朵里时，她正在搓麻将。闻言一拍大腿，她乐意管他管去呗，钱多的烧得慌吧，还有闲心给别人家养赔钱货。这年头这样的傻缺可不多了。牌桌上的人面面相觑，随后都打着哈哈糊弄了过去。回到此刻，我爸显然也认出了苏阿姨，他浑浊的眼珠子一转，就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妈出门找吃的这么快就回来，定是偷的附近人的。可这挂面早被他父子二人吃得一干二净，又怎么可能还给苏阿姨呢？于是他清了清嗓子，毫不示弱地回道：滚！我们家可没偷你的东西。素来温柔的苏阿姨痛诉：你老婆趁着我在厨房听不见，骗我家小乖给她开门，不仅把我家最后的挂面顺走，还推了小乖。我爸本就不是什么善良的人，此刻更是口出狂言。那又怎样？现在可是末日，强者才能生存，你指望别人看着你家没男人让着你啊？快滚！再赖着不走，老子可动手了。苏阿姨闻言彻底绝望，一句话也说不出。外头的烈日越来越灼热，苏阿姨已经在外面待了3分钟了，再不回到阴凉之处，肺就要熟了。很快，门外再无一点声音。我爸满意的咂了咂嘴，又一头栽在沙发上睡了。我眼睁睁地看着这强盗般的一幕，再也忍不下去。我心沉了沉，走到玩具区角落，拿出了那架展示用的无人机。我试飞了一下，幸好无人机的功能是正常的。随后我装了些罐头，袋装泡面、压缩饼干，还有小孩爱吃的糖果，又装了几瓶自来水。接着用隔热带打包，紧紧地绑在无人机上，操控杆推动，无人机悄无声息滑出超市，在滚烫的快要开裂的街道上滑翔，最终降落在陈家狭窄的阳台。苏阿姨正在给小乖擦拭伤口，向来听话的小乖此刻揣测不安地开口：妈妈，都怪我没有看好挂面，我知道错了。苏阿姨的眼眶通红，声音颤抖，却仍然安慰着女儿：不怪你小乖，都是因为这该死的末日，没关系，妈妈还能出去找吃的。可是妈妈，我害怕。就在此刻，小乖恰好瞟到了阳台上的无人机。妈妈快看，那是什么？苏阿姨被吓了一跳，忙去查看情况。她小心翼翼地拆下袋子，看到一堆食物和水，她先是呆了片刻，随后一把抱住小乖，喜极而泣：谁？是谁？恩人，太感谢您了，我以后一定会报答您的。她四处张望着，一边止不住的鞠躬。我操控着无人机悬停片刻就离开了，毕竟
在末日结束以前，一切联系都可能成为引火烧身的导火索。高温持续肆虐，我也有些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每天加固防御，检查物资，锻炼身体，用平板看小说电影。当然，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操控无人机接济陈家母女，每次装的食物都不多，毕竟无人机无法带太重的东西。几瓶水，几包压缩饼干或方便面，偶尔塞几袋零食或一盒罐头，分量轻，不易被远处可能存在的眼睛发现。苏阿姨母女显然也明白了这份神秘援助的规矩，她们从不试图寻找来源，只是每次收到后都会在阳台放上一张小小的纸条，有时是歪歪扭扭的谢谢，有时是一朵用废纸折的小花。这份无声的默契成了这末日里唯一的慰藉。上次偷物资事件后，苏阿姨终于警惕起来，她将门窗用家具挡得严严实实的，只留一个小小的排气扇。母女俩因着我时不时的接济，并没有出现挨饿中暑的状况。苏阿姨甚至有闲心教小乖写字读课文，而我家此刻却是另一副光景。监控里，家里乱七八糟，空调早已停摆，成了摆设，又因为高热和挨饿，三人的状态肉眼可见的恶化了许多。我爸整个人像干尸，眼神浑浊而暴戾。妈瘦得脱了形，曾经刻薄的嘴唇干裂起皮，而我弟从前圆滚滚的身体像漏了气的皮球，蔫蔫的蜷缩在沙发上，脸颊凹陷，嘴唇焦黑。水，妈，我要喝水。他微弱的呻吟着，声音嘶哑，呵呵呵，就知道喝，家里哪还有水？我妈烦躁地呛了回去，眼神却控制不住地瞟向我爸脚边的矿泉水瓶，那是家里最后一点存货，被我爸牢牢霸占着。老不死的，给儿子喝一口能死啊！我妈扑过去抢夺，滚开！我爸一把将她推开，力气大得惊人。老子还没喝够呢，忍着。我弟痛苦地蜷缩得更紧，呼吸变得急促。终于在某个下午，我弟的身体猛地抽搐了几下，头一歪，彻底不动了。他小小的身体扭曲着，形态恐怖。小宝，小宝！我妈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枯瘦的身体爆发出凄厉到变调的哭嚎。她扑上去疯狂摇晃，你醒醒！醒醒啊！妈给你找水找吃的。小宝，他的眼泪在脏污的脸上流出2道泥沟。我爸只是冷漠地坐在一旁，看着这一切。他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眼神里没有悲伤。随后，他舔了舔同样干裂的嘴唇，目光缓缓地从我弟的尸体上移开，最终定格在了还在哭嚎的我妈身上。那眼神让我隔着屏幕都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那不是看妻子的眼神，甚至不是看人的眼神，那是在看食物。监控没有声音，但我仿佛能听到他粗重的喘息。他慢慢地站起身，悄无声息地走向厨房。屏幕这边的我心脏骤然缩紧。不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握着家里那把熟悉的菜刀。我妈还沉浸在丧子之痛中，她抱着我弟的尸体哭得撕心裂肺，完全没有察觉到身后的危险。我爸举起了刀，眼神中带着狂热的光。就在刀锋即将落下的瞬间，我妈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猛地回头，求生的本能压倒了悲痛。她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下意识地抬起手臂格挡，刀砍在了她的手臂上，深可见骨。啊！剧痛让她爆发出更凄厉的惨叫，也彻底激起了她的凶性。她不顾一切地扑向我爸，用还能动的手去抓他的脸，用牙齿去咬他握刀的手腕。昔日的夫妻此刻展开了最原始最凶残的厮杀。屏幕里的画面混乱又扭曲，我忍不住别过头，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在2声闷响过后，监控里再无一丝声音。这对夫妻死在了彼此的手上。这时我才敢看屏幕，前世被冻死的痛苦，今生目睹他们自相残杀的震惊，复杂的情绪一股脑涌上来，没有想象中的畅快淋漓，只有一些沉重的唏嘘。客厅里只剩下2具纠缠在一起的尸体和他们那个早已死去的儿子。我关掉了监控画面，指尖冰凉，超市里恒温的空气也无法驱散心底的寒意。接下来的日子，一种巨大的空虚感席卷而来，超市里堆积如山的物资和零食都无法再带来最初的满足。夜晚变得尤其难熬，因为窗外开始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哀嚎。呵呵，开门，好热，放我进去。那声音时高时低，像野兽呜咽，又像人在极度痛苦中发出的嘶吼。它飘飘忽忽，仿佛就在超市外墙下徘徊。深夜里，这声音尤其清晰，还带着令人牙酸的杂音，像指甲在刮挠着什么坚硬的东西。连续几个夜晚被这哀嚎声折磨得无法安眠，我的精神紧绷到了极点，白天也变得疑神疑鬼，总觉得货架迷宫深处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我食欲大减，整个人都憔悴了一圈。终于在又一个夜晚，那折磨人的声音毫无征兆地消失了，死寂重新笼罩了外面的世界。这反常的寂静反而让我更加不安。那个在墙外徘徊的东西是离开了，还是死了？强烈的冲动驱使我必须去看一眼。深吸一口气，
我做足了心理准备，戴上了隔热手套和遮阳帽，又拿起一根沉重的撬棍防身，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向那个被我重重加固的超市正门区域。灼热的气浪瞬间扑面而来，即使隔着衣服，也感觉皮肤一阵刺痛。目光扫过被杂物和破布覆盖的外墙，突然我的呼吸一滞，就在距离大门仅仅半步之遥的地方，紧贴墙壁有一具干尸，它已经完全萎缩，皮肤紧贴着骨头，呈现出一种焦炭色，狰狞地扭曲着，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但是我仍能一眼识别出那是属于超市仓库主管的工装，是李晴。她的脸朝着超市大门的方向，嘴大张着，就像一条脱水的鱼。她的一只手向前伸着，指甲断裂，甲缝里全是污垢，那是反复抓挠超市坚硬外墙留下的痕迹。在他脚边散落着几块被撬得卷了边的金属片，显然是他试图破坏入口的工具。我瞬间明白了，那些日日夜夜的哀嚎和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刮擦声，原来是他家里断粮了。像所有绝望的人一样，他把主意打到了物资最丰富的超市，但和其他不熟悉地形而放弃的人不一样，他坚信自己能找到进去的路。他一定每晚都顶着致命的酷热，偷偷摸摸地溜过来，用尽一切办法想撬开一个进入超市的口子。他疯狂地尝试着，咒骂着，在极度的干渴和饥饿中发出那种非人的哀嚎。他没能撬开哪怕一丝缝隙，最终在距离超市仅仅半步之遥的地方，他被高温活活烤成了一具干尸。多么讽刺！前世他把我关进冷库冻死，今生他却渴求超市里的冷库，最终在超市门外被活活热死。因果循环，报应不爽。我看着他那狰狞的干尸，心中最后一丝因前世惨死而积郁的恨意终于烟消云散。我缓缓退回超市，将外面那地狱般的景象隔绝开来。日子恢复了平静，我不再被噩梦困扰，食欲也回来了。超市里的生活重新变得规律而充实，我甚至开始翻看平板里下载的大学教材，预习功课，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时间在寂静中流逝，高温似乎也达到了某种顶点，空气中那股能将人烤焦的灼热感好像减弱了一丝。终于在一个普通的夜晚，我睡得正沉，忽然被一种久违的声响惊醒，滴答滴答，淅淅沥沥，是雨声。我猛地从行军床上坐起，没错，是雨水打在超市屋顶的声音，从最初的毛毛雨迅速变得密集。雨是雨，倾盆大雨，高温末日结束了。这场救命的大雨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雨水洗刷着城市积攒了数月的燥热。当雨势渐小，天空放晴，久违的不那么灼热的阳光重新普照大地时，城市里幸存的人们开始小心翼翼地走出家门。他们形容枯槁，衣衫褴褛，但眼中都燃烧着劫后余生的光芒和重建家园的渴望。我耐心地等待了几天，直到确认社会秩序在国家力量的介入下恢复。在一个清晨，我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最后一次检查了我固若金汤的超市堡垒，然后打开了那扇员工通道小门。带着雨后泥土湿润的空气涌入鼻腔，我深吸一口气，融入了那些同样走向新生的幸存者之中。后续的事情在国家机器高效运转下变得顺理成章，救援、登记、灾后安置，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街道办的李主任找到了暂时住在临时安置点的我，他递给我一叠文件，语气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同情。赵来娣是吧？你家里的情况我们了解了，根据法律和灾后特别条例，你作为唯一在世的直系亲属，可以继承你父母名下的那套房产和他们的个人账户余额，这是相关文件，需要你签字确认。我接过文件，目光扫过父母的名字，心中异常平静，没有悲伤，没有喜悦，只有一种释然。我拿起笔，在指定的位置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每一笔都十分锐利，仿佛割断了与前世所有不堪的最后一丝联系。处理完这些琐事，时间已临近大学开学，我也迎来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末日前我借高利贷的那个黑网站倒闭了，背后的创始人下落不明，于是我欠的债也一笔勾销，这下我才算是一身轻松。后来我婉拒了街道办帮忙联系的靠谱助学贷，用那笔小小的遗产为自己购置了必要的生活用品和几套像样的衣服。离开这座城市那天，阳光正好，微风和煦，我背着背包，手里紧紧攥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回头望了一眼这座如今正在焕发新生机的城市，前方是崭新的站台，是属于一个18岁少女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